定南侯夫人的寿宴上，世子谢子安被人撞破与女子厮混，谢子安当众跪下请罪：“母亲，婉婉马上就要和我订婚了，我们两情相悦，这才做下错事，求您成全，上太傅府为我提亲。”他一句话将我打成不真的女子，让我在京城名誉扫地，人人都传太傅嫡女婚前失贞，与定南侯世子当众苟且。无论我如何辩解，那日我根本没去侯府，都无人相信，我被人口诛笔伐，不堪受辱，喝下毒酒自尽。谢子安在我灵前上一炷香：“婉婉，怪只怪太傅府正与侯府一亲，只能拿你来挡一挡。玉落出身低微，若被人发现他与我私会有了肌肤之亲，哪里还有活路？没想到你竟这般小气，几句闲话便自尽了，只当我和玉落对不起你吧。若有来世，我定会补偿你。”谢子安给他的心上人换了个身份，娶进侯府，娇妻稚子，幸福圆满，而双亲却因我的事一夜白头，没几年便双双病逝了。在睁眼，我重回到定南侯夫人寿宴那天，天啊！听说定南侯世子在后院厢房跟一个女子行苟且之事，被送茶水的丫鬟撞破了。不会吧？怎么在侯夫人的寿宴上做这种事？谁家的女子这般不知廉耻，简直是行为不端。来贺寿的各家夫人和小姐听了这话，都朝着后院走去。厢房的门是开着的，定南侯夫人脸色铁青站在门外，身边还有两位平时交好的夫人。那女子衣衫不整，被定南侯世子谢子安紧紧护在怀里，她轻轻发着抖，后背还带着青紫的暧昧痕迹，明眼人都看得出发生了什么。谢子安紧紧搂着她，大声道：“母亲，都是儿子的错，和婉婉无关。我与婉婉马上要定亲了，我们两情相悦，这才做下错事，求您成全。婉婉别怕，我们本就是要订婚的人，我明日便上太傅府提亲。”他话音一落，外面看热闹的夫人和小姐们都惊住了。不会吧？居然是沈婉，她可是太傅嫡女！天啊，太傅嫡女竟然做出这种不知廉耻的事，真是丢人显眼。太傅还好意思出来见人吗？教出这样不知廉耻的女儿。沈婉可是皇后都赞过的大家闺秀，这不是打皇后娘娘的脸吗？她有脸做出这样的事，怎么没脸出来见人？大家正议论得起劲，我站在人群后垫起了脚尖看热闹，好奇地问道：“大家都聚在这里干什么？”众人回头尖叫出声：“婉婉，你怎么在这？你不是在床上吗？你在这里，那床上的是谁？”众人指着谢子安怀里的女子。我抬眼看去，谢子安神色骤变，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，昨日回帖说因感染风寒不能出席寿宴的我，现在却好端端站在他面前。上一世我不在现场，又连病了几日，完全不知定南侯府发生的事。等我知晓的时候，谢子安早把这件事传得满城风雨，我就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。我特意赶来寿宴，就为了这一刻，当着众人的面揭穿他的真面目，看他还怎么狡辩。看着屋内的场景，我脸色煞白，惊呼一声：“世子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这女子是谁？”一旁的朝阳郡主嘲讽地笑道：“谢世子方才说他怀里的人是你，也叫沈婉，还说要去太傅府提亲呢。”我上前一步，指着那女子，她也叫沈婉。世子，你这是何意？为何当着众人的面污蔑我？女子的名节何其重要，世子难道不知？今日我若是没出现，这不真的名头是不是就安在我头上了？婉婉不知哪里得罪了世子，竟要这般害我。定南侯夫人面沉如水，谢子安张口结舌的解释：“婉婉，你不是说身子不适，不来寿宴了吗？”我大声道：“所以你明知我不能前来，特意选在今日玷污我的名声，他是何人？为何要这般污蔑我？你与他合谋，在众人面前叫我的名字，到底有何用意？若不是朝阳郡主今日特意来家里邀我，怕是我早已身败名裂了。”谢子安神色慌乱：“不是的，婉婉，我不过顺口说了你的名字，我并无此意。”我泪眼连连，转身看向定南侯夫人。夫人从小是看着婉婉长大的，还请夫人为婉婉做主啊。婉婉的双亲去江南探视外祖未归，如今并没有长辈可以替婉婉撑腰。谢家姨母，您就看在娘亲的面子上，帮一帮婉婉吧。说完，我楚楚可怜的就要跪下，夫人们急忙将我扶起。婉婉，你放心，你母亲不在，我们都是你的长辈，必定会为你做主的。魏国公夫人最是威严，定南侯夫人，你儿子做出这种事情，难道定南侯府不该解释一下吗？在自己母亲的寿宴上与人苟且不说，还污蔑别人女孩家的名声，如此行事到底是为何？朝阳郡主大声道：“婉婉，你别怕，我等下便进宫和皇后娘娘说道，必要为你讨个公道。”好一对不知羞的男女！定南侯夫人早已经冷汗连连，上前一步拉着我的手：“好孩子，今日确实是委屈了你，都是子安的错，我一定让他好好给你赔礼道歉。他是猪油蒙了心了，为一个狐妹子做出这样的事，子安一定是被人引诱的，他自幼便倾慕你，断不会做出这种事。”说着转过头去：“来人，把这狐妹子拖下去给我严惩。”话音一落，便有粗使婆子上前要拖走那女子。那女子一声尖叫，衣衫半裸被拖下地来，露出她的脸来，居然是谢子安的表妹，定南侯夫人的远房侄女玉落。玉落尖叫一声摔在地上，
楚楚可怜地叫道：“表哥救我！”然后顾不得别的，跪行直定南侯夫人面前：“姑母救我！我没有勾引表哥，我与表哥是两情相悦的，求姑母让我侍奉表哥吧。”玉洛不求名分，就算为奴为婢，玉洛也心甘的。定南侯夫人气急败坏：“不要叫我姑母，你不过是我娘家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一个远亲，我可怜你父母双亡，将你收养在府里，你却做出这种不知廉耻的事。”说罢，他第一个耳光狠狠地打过去。从今往后，我没有你这个亲戚。谢子安忙上前来求情：“母亲，玉洛早就无家可归了，我们若将他赶走，他还能去哪里？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喝多了酒，情不自禁，求母亲答应，让他做个妾室也行啊。”定南侯夫人看了我一眼，只握了我的手道：“婉婉，以后你才是侯府的当家主母，此事便由你做主。你若容不下他，我马上派人将他赶出去。若你慈悲心肠，愿意给他一个容身之所，我们自然也都听你的。”我在心中冷笑，好一个祸水东引，侯府想把事情全推到我身上，他们想得美。上一世这两个人私相授受，却把脏水都泼到我头上，害我只能一死以证清白。他们倒是幸福美满地过了一辈子，这一次我要他们得到应有的审判。我轻轻抽回手，往后退了一步：“夫人慎言，我与侯府并无关系，何来主母之说？玉洛姑娘既然是世子的表妹，侯夫人的侄女，又与世子有了肌肤之亲，她的去留自然由你们做主，或是未来的世子夫人做主。婉婉只是来府上赴宴的客人，怎能越俎代庖？”谢子安急了，上前一步道：“婉婉，方才胡乱叫你的名字是我的不是，我当时慌乱极了，想着我们快要定亲了，就算让大家知道也没什么，反正我是一定会娶你的。但是玉洛不一样，她一个孤女，无依无靠，若她名声有损，还怎么活啊？”他还未说完，我便走上前，狠狠一个耳光打在了他的脸上。“你表妹的名声要紧，我的名声便不要紧吗？我沈家乃是太傅府，人言可畏，世子这般污蔑我的名声，是想逼死我吗？况且太傅府何时与定南侯府定亲了？我从未说过要嫁你，双方父母更是连口头之约都没有。你们上赶着攀亲事，还敢陷害我，就因为我昨日回帖说身体不是不能来参加寿宴，你知道我不会来，所以当众演了这出戏。你们定南侯府这是要活活逼死我，待父亲回京，自会来替我讨公道。”说完，我转身便要走，旁边看着的夫人们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，早议论了起来。世子真是与表妹厮混被人发现了，就拿婉婉顶缸。沈婉真倒霉，被这样的人家看上，幸亏婉婉陪着郡主来了，否则今日寿宴结束，她的名声不是全毁了吗？魏国公夫人忙拉住我，我顺着她的动作扑进了她的怀里，哭得伤心。夫人，若不是郡主上门相邀，婉婉怕是只有一死了。这样的污名，世子都敢扣在婉婉头上，不就是欺负我爹娘不在吗？谢子安神色慌乱，语气带着一丝哀求：“婉婉，我们两家交好，婚事本就是带戳破的窗户纸，这件事是我不对，但我怎么会逼死你呢？我就是因为会娶你，慌乱之下才想出了这个主意。虽是委屈你一些，但我们总归要成亲的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你如今这样闹，让玉洛怎么办？”我厉声打断了他：“你与表妹暗中苟且，却打着我的旗号，还有脸来质问我？今日我便告诉你，我们太傅府绝对不会与你们这种人家结亲，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了。”定南侯夫人脸色一变，语气也冷了下来：“婉婉，儿女婚事岂能由你一个未出阁的女儿家自己做主？”她拿出长辈的架势，仿佛是我在无理取闹。你们谢家如此欺辱我女儿，是欺负我们太傅府没人吗？一道熟悉的声音从人群后传来，打断了他的疾言厉色。是父亲和母亲，他们行色匆匆，母亲更是急得满头都是汗，看见我忙扑了过来，把我抱在怀里。婉婉，上一世双亲因受我连累吐血而亡，如今看到他们活生生站在我眼前，我眼睛一热，泪水簌簌而落。娘亲，爹爹，你们要为婉婉做主啊！我重生回来第一件事便是派了府里的侍卫快马加鞭，将还在路上的双亲唤回京城。没有想到他们接到消息回来的如此及时。父亲铁青着脸看向谢子安：“谢世子，你今日所做之事是要逼死我女儿吗？既然你们侯府不能给我一个交代，我也只好入宫，请陛下做主了。堂堂定南侯世子与人厮混，却顶着我女儿的名头，难道我太傅府的嫡女是给你们定南侯府当垫脚石的吗？”定南侯夫人忙解释道：“太傅，这不过是个误会罢了。”父亲冷笑：“是不是误会？陛下自有定论。婉婉，走回府。”父亲带着我和母亲拂袖而去。回到府里，母亲红着眼睛，我们接到消息马上便赶回来了，还好没出事，否则我的婉婉名声都要毁了。父亲铁青着脸，原以为谢子安出身名门，与婉婉也算门当户对，没想到却是这般荒唐之人，与定南侯府的这桩亲事断断不能成。我点头道：“爹爹，女儿就算是死也不能嫁给这种人。若不是女儿今日去赴宴了，怕是不出半日，不好的名声便传遍了京城，那时我还有什么脸活下去？”定南侯府的寿宴上，世
世子与表妹暗自苟且，却栽赃到太傅嫡女身上的消息一下子传遍了京城。第二日，定南侯夫人带着世子亲自上门赔礼道歉，下人们抬着礼物进门，琳琅满目堆了满院子。定南侯夫人眼下都是乌青，想必一夜未睡好。她对着母亲陪笑道：“夫人息怒，都是子安不懂事，做下这种错事，我已重罚了他。至于那个玉落，我们也会尽快找人把她嫁出去，绝不会留在府里碍婉婉的眼。婉婉最是大度的，想必不会计较这种小事。你放心，等她嫁进侯府，我便把家里的事都交给她打理。一进门便是当家主母，这事咱们就接过不提了，可好？”母亲冷笑一声：“侯夫人慎言，我们婉婉与你们家无媒无聘，哪里来的婚事？”定南侯夫人一脸是我们在无理取闹的样子，还想再辩。我上前一步：“夫人为何接过不提？我与你们侯府无半分关系，如今名声受损的是你们，与我们太傅府有何关系？”谢子安看着我，眼中尽是不满：“沈婉，你平日里不是最善解人意吗？怎么如今咄咄逼人，咬着不放？母亲和我上门赔礼道歉，也答应了将玉落嫁出去，你还不满意？难不成日后你嫁了人，夫君要纳妾，你也要反对？这可是妒妇的行径。”我一脸鄙视地看着他：“世子要娶谁纳谁，与我何干？婉婉虽不才，却也不会嫁给品行低劣之人，平白污涂了我们沈家的门楣。世子请回吧。”母亲也看着定南侯夫人：“侯夫人请回吧，这些赔礼我替婉婉收了，全当是世子污蔑婉婉的赔罪。从此我们便两清了，两家原来只是有意一亲，经此一事结了仇，自然不会再往来。”谢子安因为此事在京中名声尽失，一个拿女儿家清白开玩笑的人，能是什么好东西？定南侯夫人也赌了一口气，发誓要找比太傅嫡女更好的名门闺秀来匹配自家儿子。只是这是早传遍了京城，哪家的高门贵女愿意点头嫁进去？至于那个表妹玉落，听说在府里闹了自尽，被救下来后，谢子安以死相逼，终于求得侯夫人同意，将她纳进府里做妾。直到元宵节前，我去百宝楼取母亲的生辰礼，再一次看到了玉落。她打扮得非常华丽，带着丫鬟趾高气扬，正在吩咐店里的伙计：“这副红宝石头面我要了，包起来送到定南侯府去。”伙计小心翼翼地陪着笑：“夫人，这副头面是别家定做的，不能外售。”玉落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我可是定南侯家的，谁家定下的，我给银子便是了。这可是我为了入宫赴宴选的头面，若是耽误了，只怕你们赔不起。”伙计一头冷汗，抬眼看见我，如见了救星：“沈小姐来了。”这头面便是太傅府定下的。玉落看见我，一愣，又得意地笑起来：“原来是沈小姐，这头面看着像是已婚妇人才戴的款式，怎么沈小姐还未出嫁，便急着做妇人模样了吗？听说自世子那日上门后，一个去沈家提亲的人都没有呢，不会是沈小姐欲擒故纵，还妄想嫁入定南侯府吧？”她捂着嘴笑着，得意地看向我，我微微一笑，摸着盒中的头面，抬眼道：“这副头面只怕与姨娘的身份不匹配，若你拿了回去，岂非逾矩，得罪了未来的世子夫人，恐是不好。当然，定南侯府也不像是这般讲规矩的，只是不知姨娘能拿出多少银钱来，这可是我用3000两银子定做的。”谢子安从外面匆匆进来，掷地有声道：“我出3500两。”伙计包起来。玉落欣喜若狂：“夫君，你来得正好。”沈小姐好大的口气，非要与我抢这副头面。谢子安眼里带着一丝不甘，只看着我：“婉婉，你喜欢这副头面，我买下送给你可好？”我冷眼看着他：“不必了，世子的好意我心领了，这点银钱我还是出得起的。”谢子安咬了牙：“你何必如此呢？5000两，把这头面包起来，还有这副蓝宝石的簪子，这个牡丹百宝璎珞都包起来。”一个身着锦衣的公子走了进来，倚在柜台上甩出1料银票：“定南侯世子出价多少？我往上再加500两。”我欣喜地看着来人：“霍琛，你怎么回来了？”来人是郑国公世子，皇后娘娘的亲侄，也是京城有名的祸根头子。我从小与朝阳郡主一起，是大公主的伴读，他则是太子爷的伴读，我们从小便在一起读书，他与我也算是青梅竹马。前几年皇后娘娘看他荒唐的不成模样，将他丢去了边关历练，没想到居然回来了。霍琛恨铁不成钢地看着我：“若不是听闻你被人欺负，我还没那么快回来。你怎么这么没用，被人欺负也不知道找回场子？”我眼睛一热：“你是为了这事回来的？”他一脸得意：“当然不是，我是回来领赏的。小爷立了大大的战功，回来面见陛下，顺便看看是谁欺负了你。”说完，他一脸不屑地看向谢子安：“谢世子，这头面你还要吗？要就出价，不要便让开，别耽误小爷挑东西。”谢子安一脸铁青，带着玉落悻悻地走了。霍琛恨恨道：“连谢子安这种货色都能欺负到你头上，你对着我的时候一贯牙尖嘴利，怎么对别人却这般好性子？小爷都不舍得欺负的人，让他欺负了去，你等我给你出气。”我笑眯眯地看着他，没想到昔日招猫逗狗的混混头子，如今摇身一变成小将军了。霍琛提着头面跟我回了太傅府，在母亲面前献了好大的殷勤，母亲笑得合不拢嘴。他又趁机拿出了帖子，说皇后宫宴，他亲自接送我入宫。此次宫宴明面上是元宵节前，趁着各家休沐，相邀来共赏花灯，实则是皇后娘娘想为孩子们相看婚事。霍琛骑着马护送着我和母亲进了宫，却转身不见了踪影。我跟着几位贵女在花园里赏灯，听得他们议论，
听说定南侯世子到处在相看，要定下世子夫人了。侯府闹出那样的事，他还好意思找高门贵女？你们知道吗？今日进宫，他还把那个女人带了进来，真是丢人。今日进宫，谢子安居然把玉落带进了宫里，只不过是以丫鬟的身份，凭他还没有这样的胆子，敢唐突宫宴，大家心里有数，自然不会搭理玉落。他孤零零一个站在那，连个座位都没有，瞬间红了眼眶。他看见我与贵女们坐在庭中说笑，也凑了过来，一脸楚楚可怜的模样。沈姐姐，上次与你抢头面的事，玉落给你赔个不是，你别生气了好不好？世子说你向来大度，想必不会怪罪我，还请姐姐原谅我一次。姐姐放心，等你嫁入侯府，玉落一定以你为尊，不与你争宠。他一嘴的胡言乱语，让旁边的贵女们都皱起了眉。我端起茶，休要胡说，我与你家世子无一分一毫的关系。你若再说这种攀扯的话，别怪我不客气。我不想再与他多说，吩咐我的婢女将他赶走。谢子安却走了过来，满脸指责：婉婉，你与那霍琛是何关系？你那日那么坚定的退婚，也是因为他？我还以为你真是大家闺秀呢，没想到早与外男私相授受，何必装作清高的模样？你与玉落有何区别？有什么颜面说他不知检点？我一句话都不想与他多说，这可是公理。转身便要离去，却被他一把拉住。为何不反驳？难不成被我说中了心思，恼羞成怒吗？忽然平一声，谢子安被人一拳打倒在地，旁边贵女们一片尖叫。谢子安，若再让我看见你胡言乱语缠着婉婉，我见你一次教训你一次。是霍琛，他将我护在身后，狠狠地看着地上的谢子安。你这种品行不端的人，居然还有脸污蔑婉婉！你们定南侯府不知羞，便以为人人都如你一般。谢子安站了起来，恼怒道：霍琛，这是皇宫，我与婉婉说话与你何干？难不成你仗着自己是皇亲国戚，便可以在宫里为所欲为了吗？霍琛看着他，一声冷笑：我有没有为所欲为是陛下说了算，你缠着我的未婚妻，我教训你又如何？未婚妻三个字出来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谢子安失声说道：什么未婚妻？婉婉何时成了你的未婚妻？她明明在与我一亲。我赶忙打断他的话：世子慎言，我们两家并没有一亲，你休想再回我名节。霍琛得意一笑，倒着手看向他：婉婉是我的未婚妻，陛下刚刚允准的，不信你去问。没办法，小野可不像某些人，只知道凭借祖荫混日子，我可是有战功的。方才陛下已经给我和婉婉赐了婚。谢子安，你以后离我的未婚妻远点，否则我砸了你侯府的大门。说完，牵着我的手便离开了。我这才知晓，霍琛一进了宫便去求见皇上皇后，说他不要封赏，只愿娶我为妻。皇后娘娘当时便笑着答应了。她一直觉得霍琛玩性太大不成个样子，如今即立了业，又要迎娶门当户对的高门淑女，岂有不应之理？皇上也连连称好，当场便叫来父亲，赐下了婚事。霍琛难得正经地说：婉婉，我看以后谁还敢说你不好？你放心，嫁给我，一辈子我都护着你，不让别人欺负你。我抿着嘴笑，难得见他红了脸。这可是你说的，我可提前告诉你，想要娶我，便要做好一辈子不纳妾的准备。他笑得神采飞扬，那是自然。婉婉，等我在立下战功，便替你请封诰命。我小时候说过的话都算数，我一定让你当上诰命夫人。在宫宴上，赐婚的旨意果然公布了，众人看我的目光瞬间变成了羡慕。从此以后，我不仅成了郑国公府的世子夫人，还成了皇后娘娘的自家人。在我上头的也只有公主皇妃了。席面上推杯换盏，众人都在谈论定南侯府的笑话，好好的一门亲事变成了如今的局面，怎么不好笑呢？定南侯外派回京，听说这件事，气得红了眼，一入府便将谢子安拎了出来，狠狠教训了一顿。我好不容易给你相看了这门婚事，你却跟别的女人勾三搭四，居然还要毁了沈家小姐的名节，我怎么养出你这么一个蠢货？定南侯夫人苦劝道：那沈婉一副大小姐的脾气，就算嫁进侯府，也不是个好相与的。难不成子安除了她，便娶不到贵女了吗？我就没见过哪家小姐如此不依不饶的。定南侯一巴掌打在侯夫人脸上：蠢货，果然是你教出来的好儿子。你以为你儿子现在还有什么好名声？太傅府与郑国公府联姻，得罪了皇后娘娘，你以为子安还能有什么前程？定南侯悔得捶胸顿足，但是事已成定局，再回也无用了。太傅府与郑国公府的婚事紧锣密鼓地进行着，皇后还亲赏了一对玉如意做聘礼，郑国公府也做足了颜面，数不清的聘礼抬入了太傅府。出嫁前，百宝楼来送我订好的头冠，来人却是谢子安。他面色憔悴，看着我一身新嫁娘的模样，愣了一下，苦笑道：都是我的错，闹成了如今的模样。我远远后退几步，问道：不知世子是如何混进来的？过几日我便要出嫁了，我们不适合再见面，免得平添了误会。谢子安低声道：我是专程来道歉的，实在是我当初做的太过分了，居然想出用你的名字来遮掩我与玉落的事。我本想着，我反正是要娶你的，就算你受了委屈，日后嫁进侯府，我再好好补偿你便是了。没想到会变成这样。我莫名其妙地看着他，这事早已过去，世子又何必再提？他喃喃地说道：前几日我才知道，是玉落在我酒里下了药，所以我才与他厮混在了一处。我已经将他禁了足，过几日便把他送到郊外的庄
子上去，免得日后再生事。我打断他：世子，你与玉洛之间的事与我有什么关系？况且若不是你们两情相悦，这样的事又怎么会发生？既然错已铸成，你也该有担当，全都推到女子身上，算什么男人？今日你与我说这些，实在没有必要。过2日我便要成亲了，世子有心，便去镇国公府喝杯喜酒。说完，我转身离开，回了内院。3日后，我十里红妆嫁入了镇国公府，正式成为世子夫人。或琛半年后还要再去边关待一段日子，因是新婚，帝后便允我与他一起去。这段时间我都在筹备去边关的事。等我有空时，定南侯府闹出的一桩丑闻已经传遍了京城。定南侯夫人找不到合适的儿媳妇，于是从自家妹子那聘了外甥女，想娶她进门做世子夫人。可是秦如霜刚进京不久，便在侯府的迎接宴上与玉洛起了冲突。玉洛听说谢子安要娶正妻，又是嫡亲的表妹，在府里又哭又闹。那秦如霜是表妹，难道我便不是吗？为何我就只能做个侍妾？表哥若要娶她，那也要将我抬奏平妻。侯夫人早就恨极了她，又是亲外甥女进门，怎么会答应？结果世子大婚当日，玉洛便在喜堂上闹了起来。新人拜堂时，她冲了进来，跪在地上哭求道：夫君，我已有了3个月的身孕，若今日夫君不允我平妻之位，我便带着孩子撞伤在这里。谢子安还未发话，秦如霜已经一耳光甩了过去，当场发了狠：我还从未见过这般猖狂的妾室，你现在便撞伤吧。玉洛演戏演全套，站起来便撞了住。谢子安看着满头是血的玉洛红了眼，叫了大夫，连洞房都没进，在玉洛身边守了一晚。秦如霜气得砸了一地的东西，但是嫁也嫁了，只能咬着牙吞下这泼天的委屈。定南侯夫人哄了他一夜，给他出了主意。第2日，他便带着补品便去了玉洛院子里，看着玉洛松了口：若是姨娘生下夫君的长子，我便允你平妻之位。玉洛终于如了意，又得意洋洋起来。他仗着有孕，天天缠着谢子安宿在他院子里。秦如霜成亲半个月，谢子安都未与他圆房，他也沉住了气，居然每日给婆母晨昏定省，温柔贤惠。等到谢子安休完婚假，被外派出去公干1个月，他人刚离开侯府，秦如霜便带着人打进了玉洛的院子，直接一碗汤药灌进了玉洛嘴里，不但落了胎，玉洛也因为汤药再也不能生养。秦如霜看着他一声冷笑：不过让你得意几日，你还真以为能踩到我头上？等谢子安回来时，玉洛早被折磨得不成人样。秦如霜看着来兴师问罪的谢子安，轻笑道：世子何必动怒？你宠妾灭妻在先，难道你还敢休了我吗？我们秦家可不是吃素的，世子也该想想，要不要为了一个侍妾得罪这门亲戚。定南侯府里乱成了一团，侯夫人才不心疼什么所谓的长孙，她娶彪悍的外甥女进门，就是为了弹压玉洛的。玉洛从大夫嘴里得知自己再也不能生养了，她哭着让谢子安为她做主，休了秦如霜。可是谢子安怎么可能因为一个庶子而休妻？玉洛终于死了心，这才明白谢子安根本靠不住。在定南侯府设的宴席上，他给秦如霜下了药，又买通了一个马夫潜进了秦如霜的院子。等众人发现时，秦如霜早失了清白。秦如霜看着人群里的玉洛，尖叫道：都是那个女人害我！玉洛已是半疯魔了，大笑：是我害你又如何？你害了我的孩子，我便要你付出代价。可就算查出是玉洛害的他，秦如霜的清白也没了。当晚，他便一根白绫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秦家夫人听说女儿被害，第2天便杀上门，拿着刀让定南侯夫人还自己女儿的命，把侯府闹了个天翻地覆。秦大人更是将定南侯参上了朝堂，侯府一夜之间几乎全毁了。谢子安跌坐在椅子上喃喃自语：为何会变成这样？很快判决便下来了。皇上听说这样的事，震怒不已，当场削了定南侯的爵位，让他们一家回老家去。我知道时，正是定南侯府一家离京之日，我与霍琛正好是那日离京。我们的马车在城门口交错而过，马车里谢子安一脸木然，像老了10岁，后面是玉洛的棺椁。他被秦夫人买通的人在狱中折磨了数日，方有了个痛快。秦家把秦如霜带回自家安葬，玉洛无父无母，也只能跟着谢子安回乡安葬。一阵风拂过，车帘被吹起，谢子安看到我与霍琛紧紧相依，亮了一瞬的眼睛瞬间灰暗了下去。2行队伍，一个驶向城外，一个驶向城内，渐行渐远，再无交集。